因为我想说要去避暑，结果最近看新闻发现什么北海道也飙出新高温，应该可以，不确定，关起来。哇，上一个人也太强了吧？是马东石吗？我觉得这个汤咖喱对我们来说算是体验在地特色的餐点，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吃不懂。Hello， Troublemaker， 今天去哪儿？大家有猜到我们现在在哪吗？我们在桃园国际机场。我们这次要出发去北海道。为什么选北海道呢？因为我想说要去避暑。我想说北海道冬天那么冷的话，台湾的夏天北海道应该也是凉的吧？结果最近看新闻发现什么北海道也飙出新高温，看来我们的避暑梦是要幻灭了。不过没关系，听说夏天的北海道也是蛮美的，那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夏天的北海道长什么样子吧。Go！这边呢，到了百捷租车，这边要先预约位置，可能他等下就会有招待人员过来叫我们，所以我们在旁边这个休息区可以休息，他到时候会举牌，然后我们就会上这边的公车去租车的地方。我原本以为说这边柜台会有人啊，看起来他就是在那个平板那边按一下，就是预约的人数啊，等待的时间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等5分钟，所以来看一下大概会等多久才会有接驳车呢？车子到啦，不过菲比因为去买东西，所以我现在这班坐不上。那我们大概等了15分钟左右，车子就会来接驳，给大家参考咯。我们到了今天的租车中心，那我们这次租的是Budget，就是你没有Budget的时候就可以选这家。杰克选这家是因为他比价之后觉得这家比较便宜。好，那我们就去租车吧。Go 我是没有预算的那个人。哇，好多人！哦，他会喊名字。Can I check your booking ticket? OK， 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基本资料之外，他还会问你饭店的名称，所以你最好有统整在一个地方，这样你比较好填写。还会有宣导影片给你看一下。或行人发生事故的情况。现在要去接我们的布布了，大家记得要把车子的车况录一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布布。就这样放了吧，可以放得下我们2个大行李箱。应该可以，不确定，我关起来。好，我们顺利上车了。但是这间它其实也有会说中文的服务人员，柜台那边是说日文，但是它英文也通。那我们来检查车子的那个小姐的话，她好像就只会说日文。对，她英文比较不好，不过基本上因为我们第2次租车了，所以就大概知道这个整个程序。那对，她就大概会说明一下，嘿，你今天油门在哪里啊？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加油的是什么油。然后你要还车的方向啊之类的，他都会大概说明一次。一开始我们就还是会环境检查一下车子上有没有车子旁边有什么问题。不过他刚刚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表定上面是有的地方有一个有可能是受损还是什么，我看不出他的画是什么。但是他实际在现场看的时候是没有的，还是他们记错台车，也有可能。不过也还好，因为我们都有录影，所以会知道说这样的状况。所以你们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是查看一下车子的状况是怎么样，做一个证据，最好是有录影。然后像这家的话，它虽然便宜，但是这车况还蛮好的。对啊，看起来很新的哦。然后像刚刚那个服务人员，我觉得他还不错，是他有教我们用导航啊，对，他有帮我们切换成繁体中文。我们上一次是没有，所以就一直在那边乱按，都搞不清楚状况。这次也许会好一点，不过我们还是有带自己的法宝来。我们的法宝就是这个，之前有一阵子很红，就是大家会拿这个吸在那个玻璃上，然后来拍照用嘛。
但是其实我们上次去日本，发现把这个系在他们的荧幕上，然后看 Google 导航也很方便。因为我们上次怎么样都搞不懂它的导航，最后就觉得那还是靠 Google 好了。对，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然后买的是这种转的。我觉得这种手动式的，它就比较省事，它不会没电，然后你也不用特别把它另外收，你就直接这样吸上去，然后转就可以用了。我们等一下第一站就会去我们今天的饭店，先把我们的行李放下来，我们就会先在札幌县流酒店，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在李小璐那一带这样逛一逛。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Jack，Go Go！ 好的，我们这次使用它的导航好像比较顺利一点，我们已经设定好我们的目的地了，我们就跟着它出发看看。一回生二回熟，这次应该不会再开到雨刷了吧？不一定，我要先看一下它的一些其他设定在哪里。等我们这2天跟这台车混熟一点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如何。如果你跟我们一样2个人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台车。开西西马斯是什么意思？开出去就对了的意思。开出去就对了。好，自己乱翻。禁烟车啊，日本人开车都会有。check。卡进 A。哈。Let's go！ 哎呦，差点按成那个。我们离开这个停车格要多久？要多久？是不是？好 ，sorry。好了，可以。一直要走不走，前进1米米要停下来。是嘞。我是不是我走错边？我差点要开到右边去了，好危险。反正我不会开，我也看不懂。好，那你就安心的。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副驾。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从机场搭他的接驳车过来，大概10几分钟。那他是有写说慢的话，也有可能到15分钟。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出发。大家有看到飞机吗？有点可惜，今天北海道的天气有点阴阴的，希望可以放晴，这样我们去看花海的时候才会很美。好，继续上路 ，Go Go！我们到了我们今天第一天的饭店，叫做札幌县流酒店。那这间酒店很特别，它是跟百货共购的。对，我之前还在查说来这边要逛哪一间百货，然后就有查到这间百货的名字，然后还想说啊，我要 Google 导航去那边逛，结果发现我们就住在这间百货的楼上，这间百货的7楼以上就是我们的住房，所以住在这边其实还不错。然后对面还可以看到摩天轮，然后这边下楼就可以逛街。然后这间酒店一进来，我就觉得整个氛围感还不错，而且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可是呢，这边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找不到它的停车场。对，就是要稍微绕一下，因为它好像没有很明确的标识，而且它入口其实蛮小。这边是一个立体停车塔，所以就是你要稍微绕一下找一下，它可能在它的旁边侧边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是停车塔，所以就变成你不能东西散落在车子里的各个地方，不然轮到你的时候你来不及收拾，会很慌乱。这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啊。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开箱一下我们今天住的饭店，走吧。好，那先介绍一下这个区域，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坐着拍影片的地方，是一个等待的休息区，布置的还蛮漂亮的。然后休息区的旁边呢，这边就是 check in 的大厅，发现他们柜台还不错，就是他们会英文，然后也有人会韩文。如果实在不行，它还有一台像小美西的东西，可以大家用那个来沟通这样。然后它这边的备品呢，也是放在大厅。没错，这边有咖啡、茶、化妆水哦，化妆水哦，它给的很齐全。对啊，乳液都有哦，刮胡刀。这间饭店我觉得还算蛮高级的。然后呢，这边还有一台外币兑换机，刚好显示看得懂的中文。然后旁边还有卖一些产品，感觉蛮有艺术气息的。那边是木头制的一些，像这个就有一点像原住民图腾的东西。在纪念品区旁边呢，这边还有餐厅。餐厅的环境看起来也蛮舒适的，然后它还有卖一些酒类。那我们现在就去开箱我们的房间吧，感觉蛮期待的，应该会是质感不错的房间。
这个电梯很酷诶，是前后双开的，这边一个门，那边一个门，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哪边出去呢？我猜同一边。真的假的？嗯，那另外一边要干嘛？是哦，还真的猜对了。我完了，我很喜欢这间饭店诶，我会不想走啊？第一天就住这么棒，后面怎么办？我们后面也有高级的哦，到了我们的房间1304。我看到这样。我怕你。啦啦啦！哦，它会自己开灯呢。好，来开箱我们的房间。刚刚那个外面实在让我是对这个房间充满了期待，感觉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饭店。但是打开门之后呢，发现外面的空间很大，但房间的空间其实是偏小一点的，但是质感上是没问题的。那一进门的右手边呢，这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衣柜区。那一样。日系饭店一定会有的香氛喷雾，然后下面就有附他的拖鞋，还有行李架。我开一下这里有什么？保险箱、洗衣袋，然后再来往前走呢，这边就有一个全身镜，全身镜的下面有匪夷所思的拖鞋。我看到这种拖鞋就会想说，我晓得多少人穿过就会不想穿，但是还好它其实是有附刚刚那个室内拖，我就有点不知道这个拖鞋要穿去哪。那我们就来看镜子对面的空间，就是厕所。厕所的话，它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也蛮干净的，就是有免治马桶，然后左边还有给你浴缸。然后我来开一下吹风机给大家看哦。它的吹风机看起来很高级耶，有没有沙龙在用的感觉？所以吹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它的牙膏、牙刷已经放在这里了。然后呢，它这边有附沐浴乳、洗发乳跟润发乳。有附润发乳的话，我就觉得蛮齐全的。然后这边还有洗手乳，干湿分离，我觉得还不错啦。然后这一区呢，已经被我们堆满了东西，但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迷你bar区。它有附水，很多饭店都没有，但是稍微有一点价位的饭店好像就会附水。再来的话，这边就是它的热水壶跟茶杯，它刚刚楼下有一些茶跟咖啡，如果想喝的话可以自己去拿。下面的话就是它的冰箱，冰箱就是空空啦，就是你有去买东西的话，可以自己冰回来。然后，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带2个比较大的行李箱的话，其实在这个空间会有点吃力。你要打开的话，会有点挡到动线。然后它这边还有附这个质感饭店才会有的东西吧？喜欢听音乐的人都会认识这个牌子。它竟然每个房间附一个，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睡的床。其实这个空间就是这么的拥挤。它还不错的是，它在床头这边就有附那个 USB 的充电线，所以你想要躺在床上滑手机充电的话是没有问题。床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落地窗户，然后还有一个小沙发、小躺椅，但我觉得它还不错，它有给2张椅子，就是你可以对坐，然后一起吃饭、聊天、喝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开窗景给大家看，它这个窗帘其实是有2层啦，但我比较喜欢房间光线好一点，所以我就是把这个透光的拉下来。那我们这一个房间看出去的话，就是市景，起到一个采光的效果是蛮好的，至少要有窗户。好，我们的房间就这样开箱完毕了，就这么的一目了然啊！忘记介绍了，它房间还有附那个。应该是空气清净机兼除湿机吧。那我们现在就去饭店其他设施走一走吧。那我们现在先带大家来看8楼的设施。8楼是健身房，走吧。健身房的营业时间是7点到晚上10点。这是要逼逼的意思吗？看起来是。它有蛮大台的跑步机，骑脚踏车的。这应该是重训的东西吧，空间不算太大，如果没有什么人来用的话，一个人用还蛮舒适的。还是 Jack 要示范一下，展现男友力的时刻到了。哇哇，这个也太重了吧，上一个人也太强了吧，是马东石吗？然后这边还有饮水机、毛巾跟水杯。算是蛮贴心的啦，你就可以在这边运动完擦擦汗啊，还可以喝个水。另外一边的话，应该是有洗衣服的地方。
这里是洗衣烘衣的地方，那我们就进来看看。哦，很香哎，都是洗衣服的味道。哦，这里还有自动贩卖机，来看看它。它蛮先进的哎，它是用萤幕触控的，然后它有很多种付费方式在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费用就在这里，如果你要来这边洗衣服的话，这边居然还有微波炉味，太方便了吧！那我们去18楼看看 ，Go Go！ 他要去专用电梯才可以，我们刚刚按的那一边只有到17楼，为什么18楼一出来就有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啊？而且还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对啊，跟大厅一样，可是我们别层楼没有这么明显的香气。这里的风景很好，所以那个露台的话，应该看起来也很美。哦，不过这个角度就是从我们房间看出去的角度，然后再更高一点。有一个 Spa Lounge， 然后它写是 Premium 才能用的。那它的时段在这里，它要住16、17楼的人才可以用。我们去看看露台，露台总能进去吗？好的，这就是我们饭店的外观，就跟这间百货在一起了。我们一开始还想说要去哪里买鞋子啊，买什么？结果就在这一栋就有咯，有的吃，有的喝，有的逛，也有的买。这边有 ABC Mart， 待会就先进去逛一下，再出去找晚餐。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停车场的位置呢，就是看到那间咖啡店，转进去旁边就是停车场了。但是你实在不知道的话，你就绕这栋建筑物绕一圈也是会看得到啦。那我们现在就进去逛逛吧 ，Go Go！ 这间听说是日本平价的饰品品牌，小织女很值得一逛。我先来逛一下，马上就失心疯。这间店呢，饰品只要300日币，含税的话330，但是它可以免税，不过你要买到大概5500日币吧。我很克制哦，我只买了3个。这家看起来是生活杂货类，也有一些很可爱的玻璃小饰品。我们就带大家速逛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去李小璐，怕在这里花太久的时间。逛街逛很累，可以来整蛊的地方到了，看起来空间温馨舒适，还不错。这间礼服店吗？风格有点特别。ABC Mart 到了，你可以逛一下。没有想到在 ABC Mart 可以看到这个牌子，而且一整排的，有很多款式可以选。这家好像也是穿了可以让脚比较舒服的鞋子，下多少钱？这个款式的话是13000日币吗？2000块。机能型的鞋子，这一双这个牌子的话是15000日币，一双大概3000哦。看到Jenny就会忍不住停下来看一下，这是它的特别款嘛，有做一些比较移花的配件。这双多少呢？12500日币，好像也还可以，是大概2000多块。还有一间大家来日本都很喜欢逛的大创，而且它的店面感觉蛮大的。3楼就是他们的美食街，一上来就看到台湾大排档，但是这个风格好像比较港式一点，装潢的风格。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吃的。日式定食，这边是汤姆熊的概念吗？哦，不是它是夹娃娃的店。有喝啤酒的柠檬专卖店，感觉好酸哦，我已经闻到酸味了。哎呦，哇，饿起来了，饿起来了！用餐空间，真的哎，哇哦，没有到很多家店，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来，不管是怎样都觉得蛮新鲜的。
我们可以吃。哦，就是这间汤咖喱啦。是这个吗？哦，Yui 有推这间也不错。哦，那这边是什么样的概念？这边就是一个广场，可以办活动。现在好像是在喝酒，我闻到很浓的酒味。哇，今天是品酒大会吗？看起来是哦。还有一个牌子，大家都醉醺醺的。看一下，好浓的酒味，葡萄酒，哇，人手一杯啊！感觉是红酒。哦，人手不止一杯。我们乱入了什么活动？好，我们现在去李小璐，看看能不能排到我们要吃的咖喱饭。大家早安，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住宿心得。那先请 Jack 分享一下这间房间我们订了多少钱？我原本以为就是没有太贵，后来发现可能刚好假日吧，所以我们订的价格是5116元，其实蛮贵的。就是以日本的那个饭店来讲，这间算是贵的，算是贵的。所以这一间其实是我们这几天最贵的一间吗？目前看起来是。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对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了。哦，真的吗？哦，就是我昨天进来，我确实很喜欢这间饭店的氛围，而且它地理位置真的是超棒，就是它很方便嘛，附近应该也有车站，然后楼下就是百货，这个地理位置绝佳，这件事是真的我很认可的。然后饭店它整个氛围质感也都非常的好，你看楼下大厅进来就会觉得哇，好赞哦，这是一个有规模的酒店，没错。但是相对房价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房间好像小了一点。第一个房间比较小了一点，再来就是5000多块，我觉得应该要有早餐，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假日吧，好像这边附近的价位可能都差不多。总而言之呢，你如果没有预算的限制，然后你只想考量地理位置跟质感的话，这间是我们觉得可以推荐的。没错。缺点的话，觉得应该是停车吧。停车的部分就是稍微要找一下之外，也比较复杂一点。对，你可能东西要先下来，然后再停进去之类的。然后我们还没有去取车啦，不知道后面的程序是什么样，会不会更复杂什么之类的，我们可能要再看一下这样子。所以变成你要很盯紧，你不能忘东忘西的。你有什么东西放在车上，你要再去拿出来，就会变得很麻烦。没错。然后你要事先准备好，就是你一开始东西上车的时候，你就不能散落整车。这样子你要临时下车的时候，你就手忙脚乱，我到底这个拿了没，那个拿了没，然后你又在对，后面还有人在等。但是日本人还蛮礼貌的啦，他也不会在后面催促你。但你自己会很紧张。对啊，主要是因为它那个车道其实也没有到很长，所以后面如果车子再多一点，就会有人在马路上，这样就会阻碍到后面的交通，所以你就会紧张。那你还有想到什么缺点？隔音吧，我觉得对厕所就是我昨天在洗澡的时候，其实我听得到隔壁的讲话声音，在浴室听得到隔壁的人聊天。不过那是在泡澡的状况下，就是比较安静的状况下，我会听得到隔壁在稍微讲话的声音。真假的？因为洗澡嘛，你本来就洗澡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可以在洗澡的时候听到隔壁聊天蛮酷的。总体来说，除了停车价格，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对啊，因为这附近才是第一个离小路很近，那你要逛什么买什么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也睡得蛮好的。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昨天走了离小路7段有关系。昨天真的很累，因为毕竟我们是凌晨就出发去搭飞机，搭了4个小时，然后来这边又开始开车，开到这边又开始逛，所以那个体力上真的是有差。所以我们今天临时调整行程，我觉得我有点太小看那个北海道的大小，就是会很想把很多景点都放进去。所以我今天原本是那个富田农场那一带排了很多个景点，就是富田农场、兵部之路，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但是就会变成我们今天早上8点就要出门。我觉得应该会累死，我们就改成11点退房再出门，就看看今天天气如何，花况如何。那我们饭店的住宿心得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哦，还记得发我们的 IG 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我们现在要从饭店离开了，要从停车卡把车子领出来。他很贴心的帮我们处理。我们原本以为住饭店是不用停车费的，但看起来是有优惠，但还是要付钱。然后如果你刷完卡之后，一台车大概等2分半到3分钟会出来，所以如果有很多人来取车的话，就可能会久一点。所以这边还有冷气跟座位，让你可以很舒适的等待。哦，来了，手忙脚乱。还好他也不会催你，你就是慢慢的上来，放完东西，他就会出去帮你指挥交通了。
these foreign lands with each new sunrise.